每一次遇到挫折跟困难的时候，很想逃跑，很想离开这个世界。以前常想那种我不如就离开算了。你感受到了什么可以让你说我不要用这样子的角度去面对这个世界？因为我有放不下的人，我怕我不在了，没有人保护他了。所以我舍不得。我真的以为我今天不会掉泪，我真的是。这里是只能喝酒的图书馆，一个出租成见、探索未知的地方。相信大家都有听过德国 AMA， 他们是全球获奖最多、欧洲销量第一的床垫品牌，全球累计贩售超过1000万件商品。今天我们就来到门市来体验超多朋友推荐的德国 AMA Hybrid 独立筒床垫。这次体验的 Hybrid 独立筒床垫软硬很适中，包覆感很好，抗扰动功能实测。唯一要注意的是，因为他们的床垫没有床框，所以坐在床边会稍微软一些。不过总体来说，睡感真的和普通床垫很不一样，而且价格优惠，真的 CP 值很高。每个人对于床垫软硬舒适度的要求和体感不一样，建议大家亲身体验试躺，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床垫。现场门市还有专业的服务人员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说。德国 AMA 全台湾都有据点，可以上 AMA 官网查询离家最近的据点来试躺看看。德国 AMA 现在提供100天免费试睡，还有10年保固，让你尽情的体验，甚至还有全台免运费跟到府安装的服务，实在很贴心。现在38女王节官网优惠55折，输入我们专属优惠码 Library38， 全品项再9折，不限金额与品项，还能分期付款，每天只要3块钱就能睡到德国品质、欧洲最佳的德国 AMA。赶快点击资讯栏连结上去看看吧。本集节目由德国 AMA 赞助播出。大家好，我是 Hank。大家好，我是婷婷。又到了只能喝酒的图书馆。对，我这一次是要录这个内耗的下集。又要来内耗一次。没有，上一集录好累哦，真的超可怕的，累到爆开。还有我一直在旁边喝酒。我们这一集很多人都留言夸奖你说，就是会好好的聆听你在那边。你没有，你只是好好的在喝酒，是不是？插不上话就当然就旁边喝酒啊，做该做的事，不要勉强。我上一次在录的时候，我本来想说我以为我可以好好的，以为可以以过来人的经验跟大家分享，轻松的跟大家分享。我也不是说轻松，只是说比较真诚的跟大家陈述那个过程。我只是没有想过说，哇，那个过程原来这么硬在录之前没有这样想。没有，不是直播的时候我还对很轻松的跟大家说，我很想聊一集内耗什么之类的，不知天高地厚。对，我觉得内耗对我来说什么怎样，我觉得我可以聊聊看这一集。对，我想一下什么救命啊！没想到。可是我觉得在经历这个过程一次又一次，我没有觉得不好。为什么？对我来说又重新好好的回看，然后又好好的整理一次。虽然在我没有预期之下，就 DVD 又拿出来放一次。对，那个过程。可是我说真的，他也帮助我又更清晰了一次。我没有觉得不好啊。我觉得还不错。上一集我们聊到最后是我对于内耗的诠释嘛。它其实是在锻炼我的灵魂，它其实不是内耗。我个人啦，每一次我是很享受那个过程的。我也不能这么说，就是那个过程很辛苦，可是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再回头去看，或者是你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好像想通了某些事情，你会有一种 restart 的感觉。重新开始的感觉。然后你会有一种 fresh OK， 就是你自己个人有一种忽然发现了新的你自己的感觉。有一种清新感。
它会是一种成就感吗？我从来就不会去形容说我的每一次对于自己的理解更深一层，或者是说我对于人世间的道理更理解了一层以后，它有一些成就感。对我来说是我可以更勇敢。OK。你知道内耗的人，他在踏每一步的时候，他其实是很胆怯的。你做很多事情是没有把握的。不管任何人看你好像自信心满满，可是你很清楚的知道你自己其实并不是这么勇敢的，你还是有一些胆怯的。然后你在踏每一步、做每一个决策的时候，你的心里还是慌乱一批。可是当你在那个每一个阶段在锻炼自己的灵魂，我觉得对我来讲，它是让你更勇敢。每一次，所以不是用成就感去形容。OK。那你觉得人为什么要勇敢呢？你勇敢以后，你又能获得什么？不知道我的感觉了，我听起来的感觉就是会不会其实因为你们本来就比较勇敢，所以会比较容易去碰撞一些事情，去碰撞就容易受伤嘛，然后受伤了之后就容易怀疑自己。我不知道我的感觉是这样啦，我刚刚听完感觉是。我不会这样看欸。对，个人并不会这样诠释，因为有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是被迫勇敢被逼的因为你就遇到这些事嘛。对，人生就遇到这些事，你根本就不晓得说你自己是不是什么是勇敢，你是不是真的勇敢啊？你什么是坚强，你是不是真的坚强啊？你会真的清楚知道吗？不知道。对啊，这个事情有点难，很难。可是那你说我原本就灵魂就长这样吗？也有可能，它不是不可能。它就是要给你这么多考验，让你看清楚你自己长什么样子。是啊，我的说法会比较接近你刚现在讲这个。对，那也有可能。可是你不可能在一开始就知道，你绝对不可能在一开始就知道。对。然后你也不可能先设定你自己的灵魂就是勇敢的，就是坚强的，就是有自信的。感觉就像罗马战士这样，应该要出去砍杀的不是，应该不是这样。你没事不会知道你自己背后背一将军令那么大一支嘛？对，是那么大一片。对，这是很难知道的。你不可能觉得你一开始就吃无敌星星，通常也只能回溯。对啊，才有办法知道说其实我很勇敢，其实我很胆小。你在当下我觉得很困难去理解。有的时候是你回过头给你自己一个好像好宝宝印记一样盖在你的头上，自己盖一个章。OK， 我很勇敢。OK， 我很坚强。OK， 我很棒。你不可能一开始设定就知道你自己的原厂设定长什么样子。我只是推测。OK， 对，但我只能说我自己个人的感受。因为我们刚讲那个推测，假设你不知道的话，那我只能说我现在的每一步通通都是这个我自己给我自己的章。自己刻了一个印章。对 OK， 颁给自己一个奖。对，给你一个加上5颗星或是5颗苹果之类的。其实这样挺好的听起来。但你觉得为什么有时候有些人说没有办法肯定自己，有这么多人会这么困难的肯定自己呢？就是没有办法发给自己一个奖牌或是？如果以我现在去看的话，我会觉得一时间不够长，二呢是你眼前的挑战你没有勇敢的去面对它。OK。可是我这样讲并不是这么的公平啊。是因为每个人遇到挑战不一样，每个人遇到挑战不一样。对。然后每一个人去面对挫折的那个堪受力也不太一样。对。但我只能说，每一次遇到挫折跟困难的时候，我一开始真的是很想逃跑，很想离开这个世界，我不想要 take care 所有的一切，不想要战斗，不想战斗，完全不想。我以前常想那种，我不如就离开算了，就是放弃我自己。在那个时候，通常是你感受到了什么，还是你忽然转念一想，还是什么样的情境可以让你说，我不要用这样子的角度去面对这个世界？因为我有放不下的人。
OK，我怕我不在了，没有人保护他了，没有人保护他们，所以我舍不得。我真的以为我今天不会掉泪，我真的是又到了，我是水龙头吗？又到了拿卫生纸的环节，超级烦！我装潢好好的，今天把卫生纸又是这一桶，好烦！看可不可以我快要烦。看可不可以录2集节目把这桶用完。我那天把卫生纸拿到很远的地方去，就想说应该不会再用到了吧。快要烦死了！哎，好累哦，真的不要再再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就奇怪啊！你觉得那个放不下是一个什么感受？爱，我觉得那你会这样讲吗？你会觉得你是为了他们而继续活着的吗？我为了他们没有，我觉得是他们给我力量继续活着。我上一集不是有说过，我说掉出来的画面，都是悲伤的吗？对，那我都会想到底嘛，那些画面我都会就播到底啊，播到底，悲伤就悲伤到底，就播到底啊。可是每一次到最后一刻，我很想要结束我自己的时候啊，他们疼爱我的画面都会跑出来。那个时刻不是我感受到满满的爱，不是，而是你就在想，你怎么会这么懦弱？那个懦弱，一是你付出不了什么，二是你也结束不了你自己。就是这种心情，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很懦弱，然后又开始责怪自己，哇，那是无限循环，循环，救命啊！对，所以就是你处在那个状态的时候是真的辛苦，可是你没有办法去停止你自己这样想。对，在那个状态里面，在那个过程里面，你就是没有办法停止。对，别人跟你讲什么都没有用，完全没有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完全100%的理解另外一个人。同意。你也没有办法去控制另外一个人。你去反过来想，他们控制不了我啊，但我可以控制我自己啊。只有我自己可以控制我自己啊。对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可能我的啊，听懂了。对啊，好像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很多埋怨的来源，可能是比如说原生家庭啊、环境啊或什么的。但其实你如果思考到一件事情是，其实就是最基础的状态是没有人可以控制其他人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这些因素其实它就是一个原始的设定，但它并不是影响你接下来的任何一个决定、任何一个发展的最重要的 factor， 因为只有你才可以影响你自己，是没有人可以真正的100%的影响你，他们可能影响了60%，但还有40%是你自己可以处理的。所以当你很清楚知道这些东西，你就会慢慢的去练习，是你怎么去面对你现在的境况，的困境，或者是这样。我常常会用境况去形容。OK， 因为我们常常会讲说最坏的状况，对，或是你最好的机会。OK， 对不对 ？Yes， 对，可是为什么？对，为什么？对，可是为什么？为什么？这句话有道理吗？这句话取决在于你自己，而不是这句话。这句话可以没有道理。这句话可以没有道理啊，所有的道理都可以没有道理啊。对，就看你怎么去解读这句话，你怎么去面对。所以我常会用境况，因为对我来说，境况它是最中性的词汇。对，因为没有好，没有坏。那你觉得你觉得呢？是。你觉得它是好还是坏？是。很多人都是说什么危机就是转机，对，然后之类的这一类的东西，好，除了神眷顾你以外，如果你不相信这个世界有神，那唯一能够扭转的人只有你自己。有一句话叫境随心转，这句话也是需要去体会的啊。这个刚刚讲这个我还蛮有体会的。
因为我有一阵子就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就是语言其实是我们脑袋思考的框架，你怎么去思考你自己的人生，都会被你的讲的话、跟你用的词、跟你的语言所形塑出来。你相信什么，你大概就会讲什么。你每天都在抱怨，你大概就是不相信你自己有能力。就我大概可以从一个人的讲的话里面，大概都可以知道说，哦，他大概是什么个性的人，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框架。但是比如说你说出来的一句话，你说哦，我感觉到是这样，它是一个道理，但其他人看就说，干这是个干话啊，然后就会讲说什么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对，那我常常在想这件事情是不是成立的？它或许是真的是成立的，但很多时候这一类的语言真的是看你怎么去看待它，你相不相信，你想不想相信，你有没有办法把它变成你自己的一部分？它只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它就是某一个人曾经经历过的一个东西。你喜欢你就把它 pick it up， 放到你自己身上，它就变成你的一部分。不喜欢就把它丢掉，就是说这个东西毒鸡汤，离我远一点。有一年啊，就是我爸爸被通缉那一年，反正呢他就逃跑去中国了，然后1个月呢他就回来台湾了。为什么？因为他就在中国跟某些人有一些金钱上的纠纷，然后他脾气本来就很火爆 anyway 反正他就先拿马克杯就砸伤了别人了，结果人家就也是当地的流氓，反正他们后来过了几个小时以后就寻仇嘛，他们就一部箱型车上面大概有6、7个人，每一个人都拿那个小斧头，就知道我爸爸在哪里，所以他们就到那个地方去追杀他，去报仇。报仇。他们就完全只针对我爸爸，因为我爸那时候旁边有很多的小弟，他们就只针对我爸爸一个。我爸那时候形容是说，他们6、7个旁边一堆小弟，对不对？但是小弟是会去护着我爸爸的，可是他们就叫我爸跑，那6、7个就追着我爸跑，反正他们的目标只有我爸爸。他们是去那种路边摊，就是还有青州小菜的那种路边摊，一桌一桌翻，一桌一桌翻。我爸那时候就被砍伤了。那时候我在台湾接到消息的时候，我觉得我简直晴天霹雳。那一年我就19吧，我记得18还是19，还很年轻的时候，还很年轻的时候，就是懵懂无知的时候啊。那时候就在打工啊，然后我在打工的地方接到电话。那时候在哪里打工？就在餐厅打工。对啊，反正我就接到电话，我就回家。我其实对那个时候的画面真的是，有时候回想都很辛苦反正 anyway， 后来我爸回来台湾，是我坐救护车去机场接他的。就马上就到医院去住了1、2个月，然后回来家里的时候，他常常就告诉我说他现在的状态，因为他是左脑被那个整个就是碎掉了左脑。然后医生在把他的那个碎掉的脑壳捡出来的时候，动到他的运动神经吧，所以他的右手右脚现在是大概就是像中风一样。反正他就一直觉得说他的情况是可以保外就医的啦，他是不需要进去被关的。因为他是被通缉嘛，对不对？他才跑走的，然后他回来了，因为他受伤了，他受伤了，反正他觉得他的情况就是很严重，然后应该是可以保外就医。所以那一天呢，他回来，他出院回到家，然后因为都是我在照顾他，然后出院回到家，他就告诉我说，那个明天什么早上你陪我去地检署报到。那个反正我们应该是保外就医，可以就直接回家这样。我也不疑有他，我根本就才10几岁而已，我怎么懂呢？所以我就说哦好啊，我疑有他又怎样呢？我如果真的明白了，也没办法怎样，我也不能怎么样啊。反正我就是隔天我就去陪他去，然后我妈就硬要跟我一起去。我本来想要阻止我妈去地检署报到以后，他就直接被收押走了。因为没那么
没有你想象中的那样。跟他想的不一样。对，你可能只差不用去绿岛换一个地方，你就是过个海，台东，它对面，对，你不用过海，对，你不用去那么远，但是你就是跟他想的都不一样啊。对你就是在台东这样子，但是你并不是可以保外就医的，对，并不是。所以那一天他走，你知道那个画面我永生难忘。我这一辈子我真的不知道我要怎么去咀嚼这个画面。那是什么画面？我爸上囚车，他因为囚车很高，他只有2阶的囚车，所以他左脚是那种像公车一样的。对，公车很大台的。公车是3阶嘛，对，囚车是2阶，对，所以他在上去的时候啊，他差点就跌倒了，因为太高了，而且他还不太习惯那个只有左脚因为他一手一脚不能动。对，然后他在上去的时候就差点跌倒，然后我妈妈呢就冲上去想要扶他，然后就被2个警察架住2个胳膊，因为以防就是anyway不管什么啦，反正就是就防止任何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发生的。我的画面就是长这样，因为我就在我妈后面，我妈在我旁边，她冲上去的时候，这一切所有东西都在我眼前。我很多时候想起这个画面的时候，她不是被那个警察架住吗？我妈一个那么弱小的人被警察架住，然后她就一直哭，可是她又被警察架住，然后我爸又上不去，因为我不是说他跌倒嘛，后来有警察就把他扶上去，他就非常颠簸的上去以后，他就坐在那个车窗户边，他看着我的那个眼神啊，我这一辈子没办法忘记，我没办法解读那是什么心情，我形容不了他的眼神，你去想，你心里面像树一样的那个，就是像树一样的爸爸，他不是，再也不是了，好可怕哦！你知道，我完全没有办法忘记我爸爸那样子那个眼神，我至今回想起来，我都不知道我要怎么去解读他的那个眼神。我就站在后面看着我妈啜泣的背影，跟我爸那个眼神，囚车门关起来驶离，然后警察放开我妈妈，然后我妈妈啜泣的背影。我就这样让他就这样子，你知道那个画面我不知道待多久，然后我才走上前去扶着我妈的肩膀说：“妈妈，我们回家。”我到现在啊，那个画面，我每一次想起来我都很揪心。可是我现在没有办法去跟你形容说，我现在怎么去看待这个画面。你那时候的感受是什么？我已经麻掉了，完全麻掉，讲不出来。我连眼泪都没有，我整个人轰轰的，你知道吗？那我说真的，我到现在没有办法形容我那个画面，我的感受是什么，我形容不出来。有惊吓吗？完全没有。我不害怕，因为前面已经发生更多的事情，我去处理它了。所以没有惊吓，有不舍吗？我跟你说，我爸那个时候发病危通知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是反正被砍得很严重就是了，差点回不来，全家那个时候整个是闹哄哄的。你觉得有不舍吗？好像不是只有这样。有心疼吗？不知道，我形容不出来，我完全无法，我说不出话来，我到现在没有办法。很复杂的情绪，不晓得，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形容，我只能把那个画面形容出来。可是你现在要我就这个画面好难哦，说真的，这个画面真的有点困难。还有一个是我后来我妈妈带着我去桃园，那时候我爸先暂时去那个在桃园的监狱里面，然后我们去会客的时候，那个画面我现在也没办法而且我很多时候我都是把这个画面，我 DVD 不是都有吗？这个画面我是没有选择放出来的，就有烧起来，但是没有放出来。没有，我不敢。为什么？不知道，就这2个画面。我刚讲起来的时候，我还是哇，可是我没有办法去深挖。我理解。
那桃园的是什么画面？我只知道我那时候在外面等的时候，因为等也是要等会客的啊，等会客。我在外面等的时候，我看到好多受刑人的家人啊，家属。对，有老人，有小孩，然后也有中年人。Anyway， 就是什么人都有这样。我在观察他们有什么心情。然后看到我爸的时候，我爸反正就是在跟我妈讲一堆有的没的，就什么他需要什么啊，之类的，要买什么东西。我坐在我妈旁边，那不是真的，不是电影演的都是真的，他就是有一个透明的那种，有电话对吧？有电话，中间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的，然后把电话拿起来就讲，我在旁边哭到没有声音，因为我就是讲不出话嘛，然后我爸就只跟我说了一句说麦考啊，爸爸接近的登记啊，他只跟我讲这句话，然后我就对，爸爸很快就回去了，对，然后我就一声，就这样子，我没有跟我爸讲到话，我这一段我到现在还没办法诠释啊，你觉得委屈吗？没有，我那时候没有觉得委屈，觉得不舍吗？好像也没有，那是什么？就形容不出来啊，对啊，我觉得我对我爸有好多心情哦，也有很多很多纠结。我刚刚说那一段，我爸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一段时间，一直到我爸回来以后，先暂时把这一块很大一块这一块我解决不了的这一块，无论是问题也好，或者我的情绪也好，我真的暂时放旁边欸。我那个时候只有一种心情，就是我要么把我自己扶起来，要不然我就把我自己给毁了。但是呢，我就说，因为我对他们的爱，我想要把我自己扶起来的意念很大。就是当把我自己毁的那个意念侵袭的时候呢，那个把我自己扶起来的意念就会过来跟他对抗。所以我才说，一直到现在这个过程，我都是在锻炼我自己的灵魂，就是我想要让我自己很强大的站着。但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去解决它，就是我先解决我自己，我觉得我可以控制我自己，我可以先解决我自己，我也必须这么做吧，否则我什么事都做不了啊，活不下去，我活不下去，我也解决不了什么事啊。其实我有一个感觉，是我好像接下来开始要去再把这个很大一块这个东西捡起来，因为我必须要去面对它。我觉得这个是我一直放着没解决的东西。还是需要花时间整理的事情。其实那一块我是需要去解决的。你觉得你那个时候最大的怀疑是什么？或是你最大的疑问是什么？最大的疑问，那个时候，或者最多的质疑是什么？或最多的埋怨是什么？那时候来不及耶。来不及，太快了，所有事情发生太快了。不是太快，是太多。太多事情太多了。然后我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来得及消化，没有时间反应。我那个所有的艺术是没有时间反应，完全没有。我跟你讲，我坦白讲，我到现在目前为止，我解决的只有我自己。还没有解决跟其他人的关系，没有。所以你会看到我可能有很多，可能在面对我家人的时候，有很多东西都还是缠绕着的，还是会多多少少有点卡卡。那个是我一直放着没解决的，但要解决那一块其实蛮大一块，很难啊。可以理解。但是我知道差不多时间要去动那一块了。我其实蛮好奇，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说，就是说每一次啊，当我在跟你陈述这一类的事情的时候啊，然后你都很安静的在听我讲，对，那你都什么心情啊？我有时候都看你眼神放空，可是因为你眼神很诚恳，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你很真诚的在聆听。那其实我很真诚在聆听。诚实说，通常说这句话就不诚实嘛。对，诚实说，你很烦我很认真在聆听，for sure， 这是真的。但是因为我的脑袋可以处理的资讯量蛮大的，
OK， 就是我1分钟脑袋可以处理的资讯量很多，因为你讲话比较慢，所以通常我只要用我的脑袋的可能1/5就可以 process， 就我 ChatGPT 嘛，就可以 process 这个 prompt 这个指令，然后我剩下的4/5就要拿来去想其他的事情，然后我在想什么？然后我就会想到一个，我对你刚刚讲的事情，我有什么我自己的思考跟回应。然后我思考到一个东西了之后，我就会去想说，我适不适合在这一集节目把它讲出来，还是我要把它放在下一集节目讲出来？然后我就会想说，然后我接下来我就会想说，那如果我这一期不讲出来的话，我会不会下一集节目我就忘记了？然后我就开始担心，然后我就很想要现在赶快拿个笔记本先把它写起来。不是啊，怎样？我是问你什么心情对，我的心情就是这样啊，就是我刚刚形容，就是你思考，好吧？我的心情就是这个，心情跟感受有关。我的真正的感受就是不是跟你的脑袋的 process 有关。没有，我跟你说，我的脑袋跟电脑比较接近。我真正的感受就是，我觉得你很辛苦，然后我很不舍，但是我能做的不多，我能做的就是听你讲话。然后我也知道，我大概也知道说，我跟你讲太多啊，你应该要怎样怎样怎样，那个都是多的，你也听不进去。所以我能做的就只能在我自己的脑袋里面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大概是这样啦。这什么意思啊？你可以在你的脑袋里面做其他的事情。对啊，这什么意思？就是我只能往其他的方向去延伸啊。我觉得同理别人不是真的你一定要做什么事情。对我来说啦，对我这样的 ChatGPT 的脑袋来讲，我觉得能够做的事情就是陪伴，跟你真的能够试着去感受他的感受。对我来说，就是我可以做的事情，而不是我真的一定要，因为我的脑袋是属于要解决问题的脑袋。一个问题丢出来，我一般来讲第一件事情就想说这个怎么解决，没办法解决我就算了，那不关我的事。我大部分时间是这样想。所以对我来说，我后来发展出另外一套能力，就是如果这个人跟我说了一些他内心的话的话，我会尽可能的用我有的心情去感受他的感受。那我感受到的东西，我就放在心里。就以理智上来分析来讲，就是人最终的需求是被理解嘛。那我如果感受到他感受到的东西的话，那他就被理解了嘛。那我只要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就好，我不需要做太多其他的事情。这是用电脑的角度在理解人类的需求。对，我基本上是电脑来着。因为我们刚才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你有感受到你有需要去完成你父母未尽的事业吗？去证明某一些你父亲母亲可能因为这个时代的局限，但他们内心想要做的事情，但他没有做到的东西。我曾经写过一篇，就是说我那个时候形容是我觉得我自己很失败，因为我一直不停的在证明你跟我说的话不是真的。OK， 因为我就说了，我一直在试图的去做一脱离那个框架嘛，对，所以我不停的试图的在证明你跟我说的不是真的，都是不重要的假的，不是不重要，而是很重要，所以我才想要去证明。OK， 之所以你要证明，是因为它很重要，你基于对他们的尊重，你相信他说的话是有道理的，但你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你想要去证明。他们会去告诉我生命的道理，对，那是因为他们活不成那个样子。OK， 我想要去证明他在这个世界是可行的。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想要去证明我可以活成你想要活的样子。我曾经告诉过你说，我有发现我其实在替我
爸爸活着，如果呢我有95%像他，我希望我承袭的都是他的好。我想要证明的一件事情是，我对他们的爱是因为我的好，我做得到，所以我可以去告诉他们说，因为我多爱你们，所以我努力做到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你给我的，不管是我生命的挫折也好，这个社会给我的，你们给我的都没有关系，我都扛得住，因为我像你们，你懂那个心情吗？如果我们讲孝顺好了，我觉得这个是我给予他们最大的孝顺。我不是替他们活着，我是为我自己活着，就是我给他们最大的孝顺，这也是我给他们最大的肯定。所以我才跟你讲说，我常常跟我们家2个女儿说，我说我把你们生下来不是要来委屈的，我希望你们可以长成自己的样子，我会很欣慰，非常的欣慰，我也会替他们开心，他们活成他们自己想要的样子。所以你刚刚问的问题，我想要证明什么？我不是只有证明我自己而已。干嘛？你干嘛那个脸？就觉得你讲的实在是太好了，不需要补充，因为不然平常我都要补充一下。那我们今天没有补充，今天就让它留在这个空气里面。你觉得你现在长成你自己想要的样子？我觉得我自己很奋力的让我自己长成我想要的样子。你觉得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最想要感谢的人是谁？我自己，还有我的爸妈。那你自己是第一名，一样的位置吧，我想。我这两年的心境不太一样。对，怎么说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我爸身体不好了。我一直觉得他离开我们这件事情就是在倒数嘛。在我还有时间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我必须把握这个机会去反思啊。所以我近几年对于这件事情沉淀比较多。这种思考比较多。对，思考比较多，然后那种怨恨的心情沉淀比较多。对我来讲，赢也好，输也好，我不是输赢的问题。其实现在是另外一种情况。那是什么？当我在证明我自己存在的价值的时候，我也同时的想要去告诉他，你存在是有价值的。我不想要他走的时候觉得他的存在是没有价值的。他是有价值的，因为他有我。我觉得这是我唯一可以为他做的事。你相信他是爱你的吗？我相信他是爱我的。这么长的时间，到底要折磨我多久？对你来说，你内耗这么长的时间，经过了可能30年的内耗，或者是我差不多就是很尽力的在内耗，对，但是内耗的达人。你在这么多年的内耗跟折磨自己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体会，或者是你有没有从中感受到一些什么东西？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大的喜悦是没有办法跟别人分享的。就是我每破一个关卡的那个喜悦，我只有自己可以跟自己感受那个喜悦而已。就是这个喜悦没有其他人不懂，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分享。我知道那个感觉的那一份喜悦，大概其他人你分享了，其他人也不会懂。我离我自己又更进一步的那个喜悦。然后我看我自己越来越清晰的那种喜悦。我离我自己很近很近的喜悦。就这个好难跟别人分享。然后以及我有发现，因为我离我自己很近很近，所以我的恐惧不再那么杂乱无章，我的恐惧越来越少，然后我的恐惧都是可以被自己解决跟自愈的。这个喜悦很难分享。
你很难去告诉别人说，我跟你讲啦，你知道吗？走过那个就可以了。这种你知道他不见得，他因为他经历的过程跟你可能不太一样。对，那你会去怎么去形容你跟你自己走的比较近的那个喜悦的感受是什么？你怎么去形容那个感觉是什么？你让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是什么？就是我懂，你不懂。这个听起来蛮开心的。它是 exclusive 的 VIP 等级才可以感受到的东西。就是我懂，你不懂。OK， 不然 in the end， 我觉得谈内耗可能会不会再开下一节？因为太痛苦了。OK， 那我要先感谢所有给我鼓励跟反馈的听众。这一个星期，不管是收到的私讯也好，或者是留言也好，我有感受到很多人可能还在这个过程里面的人，或者是已经走过这个过程里面的人，他们给予我的感谢或者是鼓励，甚或是担心我现在是否已经过了这一段。但我很想说的是说，我现在可以说我很勇敢，不管我现在达到哪一个关卡，接下来还要再面对多少困难，没有关系。就是怎么说呢？经历这个生命的历程以后，到现在已经不会去管接下来还有多少考验。我就是个人，我就是个人嘛。我有放不下的人，我有放不下的情感，我有很多的疑问。我没有懂什么是放下，我没有想要那么快去理解，甚或是参透这一切。我没有想要这么快的去 go through 这些东西。我现在对于我生命的期盼是，我可以在每一个阶段让我的生命更扎实。我记得上一集你有问我说，你的目的地、你目标、你想要去哪里？我觉得我在陈述这一段过程，或是我想要去哪里的这一段话，我没有觉得我那个时候的情绪可以把它讲得很完整，但我现在可以去告诉你说，我的目的地只有一个。无论我活到几岁，在我生命终了的时候，我可以告诉我自己说，我这辈子完满了，我完满我自己。可能是我的生命给我的爱完满了我，也可能是我生命给我的挫折完满了我。可是我终究 in the end， 我最终期盼的是，不是我有多少财产，不是我很有钱，不是我过很好的生活，我完满了我自己，没有，而是我在人间走了这么一遭 ，in the end， 我的行为，我的每一个抉择，我的每一个懊悔、遗憾，我的每一个缺憾，或者是每一个我的幸福，我的快乐。这所有这么丰富的一切，完满我自己，我觉得这是我想要去的地方。它不见得是内心的平静，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很平静的去面对这一切。我不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有那个能力，没有。可是一直到我生命即将终了的时候，我回想这所有我人生，我在人间走了这一遭，我也不晓得有几十年，不知道。最终那是我的期盼，我完满我自己，我接受所有我在人间给我的一切，无论是快乐，无论是幸福，无论是爱，无论是恨，无论是什么都好。哦，我也想把这一切留给我的小孩。我说我也想要把这一切留给我小孩。我常常说，我说我录这个节目，我说我心里面有观众。其实我觉得我心里面的观众应该是我的小孩。他们可能过20年才会看这一集。
可能他们才，你知道，可能我走了以后，他们也没有地方可以找我了。过了几十年之后，对，可能在 YouTube 还在的时候吧。当年最不想看的，现在拿出来看一下。对，然后他们可以在上面找到妈妈。我现在所有留下来的东西，可以在未来没有我的日子里面，可以给他们有很多的力量，这个是我很大的动力。说真的，我在剪辑每一集，我在要求每一集的内容，我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题目？那都是因为我担心他们将来在没有我的日子里面，面对人生很多的挫折的时候过不去，我会非常非常的心疼。我只要想到这个，我就有很大的动力做下去。我不知道他们将来会面对什么挫折，我没有办法，无法预测，我也掌握不到。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死掉，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离开他们身边。我觉得我的精神或者是我的信念是唯一可以留给他们的。我要找一个地方留在那里。就这好辛苦，这2集谁在叫我聊内耗，我就杀了他，杀了他！操，气死我！要跟我聊内耗，自己要先来抠一瓶 whisky， 一杯不够，我跟你讲。再见，再见，拜拜。